波兰首次与俄军交火，北约盟军出动击落俄无人机，顿巴斯血战升级，乌军连连夺地，俄军防线大溃败，乌军猛攻俄后方，克里米亚防空系统再遭毁灭性打击，俄境内多地油管与空军基地连环爆炸，俄能源与军力双重受创。欧洲注入巨额武力，德国、英国联合强化乌防空与远程打击能力。欧盟制裁影子笼罩全球，中国、印度或成为下一轮经济冲击目标。以色列空袭卡达，哈马斯总高层遭重创。9月10日凌晨，波兰上空突发军事冲突，俄军向波兰境内发射了10余架无人机，随后被波兰与荷兰战机联合击落。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波兰乃至北约首次在本国领空内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直接交火，意义重大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当天凌晨，波兰雷达监测到多架俄军无人机闯入领空。面对突发局势，波兰和罗马尼亚空军迅速出动 F-16战机，美国在波兰部署的 F-35A 也加入拦截，一架意大利萨博340预警机则提供支援。为确保安全，波兰政府果断宣布关闭华沙肖邦机场、热舒夫机场、卢布林机场和莫德林机场，进入高度戒备状态。与此同时，在卢布林省怀里基村，一处民宅遭无人机残骸坠落，造成屋顶受损并砸坏了一辆汽车，所幸无人伤亡。居民称，夜间曾听到爆炸声，并目睹波兰战机在空中活动。救援部门目前正在现场评估损失。目前，莫斯科和明斯克方面尚未作出回应。军事分析人士指出，一次性出动11架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，绝非技术失误，很可能是莫斯科有意发出的事态信号。天空新闻驻波兰记者注意到，大批波兰军人正向波白边境调动，政府还呼吁民众储备物资，并下令禁止境内所有航空器飞行。早在此之前，波兰就已紧急通知在白俄罗斯的公民尽快回国。另外，这是俄罗斯无人机首次在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内被击落，显示出跨国联合作战的性质。这一事件迅速引发政治层面的强烈反应。波兰总理唐纳德·图斯克当天发表声明，谴责俄方发动了直接挑衅，并宣布已正式启动北约华盛顿条约第4条机制，要求北约召开紧急会议。他强调，这些无人机并非迷航，而是蓄意针对波兰的挑衅，其中部分甚至可能是从白俄罗斯境内发射。欧洲各国领导人对此强烈表态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宣布，将启动东翼监视计划，加强与俄罗斯接壤国家的实时监控，并计划建造无人机防护墙。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负责人卡拉斯称，俄罗斯侵犯波兰领空显然是蓄意行为，意在加剧战争，而非推动和平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，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，并予以最强烈谴责。捷克总理菲亚拉也认为，这是对北约防御能力的直接考验，不可能只是巧合。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乔·威尔逊表示，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等同于对北约盟友的直接攻击。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指出，此次无人机行动具有策略性，旨在测试西方应对系统，震撼欧洲，并可能将战争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。泽连斯基则警告称，俄罗斯必须清楚，所有合作伙伴将对其持续升级的举动做出明确而有力的回应。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，北约整体仍可能选择降级处理，以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。与此同时，这一事件也再次凸显波兰加速军事化的背景。图斯克此前已经宣布，将在未来2年额外增加约77亿美元国防预算，使得波兰军费在2026年达到 GDP 的 5%， 成为北约内部占比最高的国家。波兰的战略选择正在把这个东欧国家推向对抗俄罗斯的最前线。近日，顿巴斯战场再次硝烟弥漫。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俄军发起大规模攻势，在库皮扬斯克市及奥斯基尔河两岸取得进展，目前已控制该市约一半地区。莱曼方向局势复杂，乌军425团虽收复扎里奇内，但俄军迅速反扑，双方仍在激烈拉锯。波克罗夫斯克方向，
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持续反攻，突破至新托列茨克，显著扩大了灰色地带，俄军突出部面临被连根切断的危险。尽管俄军向顿巴斯调集了大量部队，包括第155旅海步旅、70摩步师及104空降师，但分析人士认为，这可能只是轮换，不代表大规模攻势。普京对夺取整个顿巴斯的野心依然未变，冲突短期内难以平息。还有消息指出，乌军在不断推进，俄军已被迫撤出潘基夫卡、马亚克、新特罗伊茨克、新经济和拉金等定居点。其中，沃洛季米里夫卡定居点面积约 1.53平方公里，现已完全落入乌克兰军队控制。突出部中的2支俄军部队陷入十分危险的战术态势，随时可能面临包围或溃退。托列茨克方向，乌军成功收复卡捷琳诺夫卡定居点。在此前被俄军宣称取得大捷的恰西夫亚尔，战况已经出现逆转。乌军第77旅与第28旅协同作战，将俄军逐出城区。目前，俄军已被迫退守至郊区。网络上传播的视频显示，乌军不仅击毙大批俄军士兵，还一次性俘获69人。更具象征意味的是，乌军士兵在视频中撕毁并践踏俄罗斯国旗，显示出强烈的心理战效果。截至2025年9月10日，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线继续展开反攻行动，取得了新的进展。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，乌军继续稳守此前占领区域。日前，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政府大楼，炸毁外墙和玻璃，且此前该地区弹药库已被摧毁，显示乌军对俄军后方的持续压力。苏梅方向，乌军进一步发起反击，对俄军阵地形成压缩，巩固战略优势。9月10日，乌克兰军队成功夺回战略要地奥列克谢夫卡，迫使俄军退守边境。这一胜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度关注，标志着乌军在东部战线取得重要突破。苏梅地区地理位置关键，连接乌克兰多个核心区域，并与俄罗斯边境相邻，自冲突爆发以来，一直是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。此前，俄军在该地占据一定优势，对乌军形成压力，但乌方经过精心策划，发起了此次反攻。反攻行动中，乌军展现出高度协同能力，地面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速推进，同时空中力量对俄军阵地实施精准打击，有效压制敌方反击。面对乌军攻势，俄军虽奋力抵抗，但最终因兵力与火力不足，奥列克谢夫卡防线被突破，被迫撤退，以避免更大损失。奥列克谢夫卡的收复不仅鼓舞了乌军士气，也对苏梅地区的战略格局造成重大影响，削弱了俄军在东部的布局，为乌军进一步推进反攻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此次胜利可能成为乌军在东部战线持续反攻的重要节点，对俄乌冲突整体局势产生深远影响。9月10日晚，乌克兰军队再次对俄罗斯南部占领区发起精准打击。乌军特种部队针对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目标，成功摧毁2套 Potlet 和 Nibel 防空系统。现场视频显示，防空设备燃起火球，热成像画面清晰可见。克里米亚居民同时听到空中巨响与防空警报声。这是5天内乌军第3次攻击克里米亚，显示其对俄防空设施的持续压制能力。在扎波罗热战场，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和火炮阻击俄军机械化攻势，击毁1辆坦克和1辆 BMP-3 步兵战车，并迫使敌军撤离战场。同时，乌克兰空军派遣米格29战机，锁定涅斯捷里安卡附近俄军指挥观察所，投掷法国 AISM 锤子炸弹，指挥所建筑被炸毁并冒起浓烟，进一步削弱俄军前线指挥能力。新帕夫利夫卡方向，乌军收复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定居点，进一步扩大控制区域。9月10日凌晨，俄罗斯境内再度发生剧烈爆炸。乌克兰无人机对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发起袭击，现场传出巨响，但具体损失尚未披露。该基地是俄罗斯为数不多能起降战略轰炸机的大型空军设施，尽管屡次遭到攻击，但要彻底摧毁其功能或重创驻扎的轰炸机群，目前仍非易事。就在此前的9月8日凌晨，
奔萨至萨拉托夫沿线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至少4起大规模爆炸，当地库伊比舍夫利西昌斯克主盖油管遭到袭击。目击者称，夜间熊熊燃烧的火焰和滚滚浓烟覆盖油管周围，消防人员紧急救援，爆炸声不绝于耳。该油管年产能高达8200万吨，是前线俄军能源供应的重要保障。俄方对外宣称这是计划内演练，否认重大损失，但如此规模的火灾和爆炸难以与演练相符。分析认为，这次行动是乌克兰对俄能源设施持续打击的一部分，目的在于削弱俄军前线补给能力，并与乌军地面反攻同步推进，涉及红军村、苏梅方向等关键战线。卫星图像显示，8月受损的俄罗斯叶拉布加无人机生产基地仍在维修中，部分屋顶已拆除，但未完全恢复运作，显示乌方破坏效果持久。在别尔哥罗德州霍罗夫卡市一座油库也遭无人机袭击，引发大火。州长格拉德科夫承认油库受损，但强调火势已被扑灭，无人员伤亡。分析人士指出，乌克兰的袭击目标集中在俄罗斯能源设施，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，一方面削弱克里姆林宫赖以支撑战争的财政收入，另一方面切断俄军前线的燃料补给。虽然俄军近期多次有燃油列车被摧毁，但运输仍在持续，显示俄方正为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积蓄力量，试图通过战场突破来换取谈判筹码。然而，军事燃料告急的同时，民用燃料供应也陷入困境。在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，大部分加油站已停业，少数仍开放的加油站汽油售价高达每升90卢布，且每辆车只能限量供应。黑市价格更是飙升至每升200卢布。燃油短缺与物价上涨进一步推高了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。另一个俄罗斯党批评央行数据存在误导，要求冻结食品与燃料价格。根据其披露的数据，2025年黄油价格上涨 35%， 牛肉上涨 25%， 面包上涨 18%。战争的外溢效应正以最直接的方式冲击俄境内的民生。2025年9月10日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年度演讲中宣布，欧盟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利润中预付60亿欧元，用于支持乌克兰无人机生产，并推动建立乌克兰欧洲无人机联盟。冯德莱恩表示，乌克兰拥有强大的创造力，如今需要的是生产规模扩张，欧洲的支持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优势。与此同时，欧盟正在考虑从欧洲和平基金中拨款66亿欧元，为乌克兰采购美制武器，进一步提升其作战能力。另外，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袭击频频奏效后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伦敦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宣布，未来12个月内，英国将生产并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远程无人机。这一决定让英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2个公开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项目的国家。此前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已确认，柏林将拨款3亿欧元支持乌克兰无人机工厂扩产，并签订长期合同，邀请其他欧洲伙伴国共同参与，为乌克兰打造大规模远程打击能力。与此同步，德国已交付2套完整的爱国者防空系统，部分资金由挪威分担，以缓解乌克兰防空导弹即将枯竭的风险。实际上，德国在防务援助上的动作远不止于此。皮斯托里斯还在会上透露，德国已累计向乌克兰交付3套完整的爱国者系统，占乌军现役防空网络的1/3以上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开幕前就强调，本次磋商的首要目标就是进一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宣布，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首批天空游骑兵 Sky Ranger 防空系统。这一新型机动平台可在16公里范围内形成无人机禁区，对抗俄军近年来密集的无人机饱和攻击尤为关键。合同将在伦敦的 DSEI 防务展上正式签署，总额达数亿欧元。更引人关注的是，乌克兰将早于德国联邦国防军获得该系统，凸显柏林在援乌优先级上的态度。为了保证自身的同步提升，德国政府也已下达总额 5.95 亿欧元的订单，用于采购原型车及18辆量产版天空游骑兵。
这种先援乌后自用的模式，既显示出欧洲对乌战场的投入紧迫性，也意味着德国军工产业正快速上升，填补美国军援放缓留下的真空。德国的动作也引发部分批评，认为给的不够快、不够多。但现实是，柏林必须在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国内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。右翼势力在德国政坛的影响力不断增强，而这些势力多半亲俄反乌，一旦被激化，很可能限制政府的战略空间。正因如此，德国总理梅茨近期的讲话格外耐人寻味。他直言，所有迹象表明，克里姆林宫的扩张野心不会止步于乌克兰。我们必须认清欧洲的核心利益，而不是沉溺于虚幻的怀旧。如今，随着英国和德国纷纷将远程无人机和高端防空系统纳入援助清单，欧洲对乌的支持已跨过新的门槛。乌克兰不仅获得更强的远程打击力与防空能力，还在战略层面得到了欧洲自我觉醒的支撑。问题在于，在美国态度摇摆、军援减速的背景下，欧洲能否真正建立起独立而稳固的安全框架？这将是未来的最大考验。据《金融时报》消息，欧盟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、印度等第三国实施潜在制裁。此举若成真，将把俄乌冲突的经济外溢效应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层面。消息人士透露，在欧盟多轮内部磋商中，对华额外制裁的议题被反复提及，但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。一位与会官员直言，如果美国不支持，欧盟的提案几乎没有通过可能。美国方面的立场则更加直接。华盛顿警告称，如果普京拒绝采取行动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，俄罗斯的主要能源贸易伙伴，包括中国和印度，将面临新的关税壁垒。数据显示，过去3年间，中印两国的俄罗斯石油进口量大幅增加，几乎填补了欧洲市场退出后留下的巨大缺口。事实上，欧盟已经在尝试扩大对华限制。上一轮制裁中，布鲁塞尔首次将2家小型中国银行纳入制裁清单，理由是其涉嫌协助对俄禁运品交易。欧盟官员称，这是一次法律基础的试探，目的在于为更大范围的措施做铺垫。据报道，欧盟即将推出的第19轮对俄制裁，预计将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金融和石油行业，可能包括收紧支付和信贷体系，限制加密货币交易所，对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施加更严格限制，禁止出口用于俄军事工业的化学品和关键商品，并追责为俄提供这些商品的外国公司。欧盟希望与美国保持协调，本周将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，讨论潜在的联合行动。这意味着未来制裁的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俄罗斯，而是延伸至与俄罗斯保持能源合作的主要经济体。如果成真，中欧及中欧印关系都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，全球能源市场也将随之震荡。2025年9月9日，以色列对卡达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高级领导层发动精准空袭，造成重要目标伤亡，引发中东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据多方消息，以色列情报部门确认，哈马斯高层在多哈某建筑聚集后，以色列立即展开斩首行动，整个行动高度保密，甚至未提前通知美国，直到导弹发射后才告知华盛顿。这一做法令前总统特朗普颇为不满，他此前刚从卡达王室获得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大型公务机赠礼。现场画面显示，导弹击中哈马斯总部后，建筑熊熊燃烧，爆炸声在市区清晰可闻。哈马斯多名高级领导遭重创，其中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·哈亚的儿子哈麦哈亚已确认遇袭身亡，而哈利勒本人虽受伤送医，但仍在生。哈马斯方面表示，重要领导人尚存，但未披露具体伤亡数字。卡达政府随即发布声明称，以色列使用了其防空系统难以探测的先进武器，并指示空军暂停出动战机，避免与以色列空军发生冲突。卡方虽对袭击表示强烈谴责，但暂未表态进行军事报复，仍强调对加沙调解角色不变。据悉，美国仅在导弹发射约10分钟后才通知卡达，显示以色列行动绕过了传统盟友通报机制。
此次空袭凸显以色列对哈马斯及支持哈马斯国家的强硬态度，也向中东各方释放警示信号，无论哈马斯领导层身处境外还是加沙，躲避清除行动已不再安全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种先发制人的精准打击方式，既展示了以色列在情报和打击能力上的优势，也可能影响未来中东地区的外交与军事格局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